玉央被枪毙了。孙坚强滚出去了，他站的那个位置也只好空在了那里。班主任还在生气，排练停止了。庞凤华站在合唱队的对面，不停地拿眼睛张罗班主任，意思很明确了，那个空下来的位置怎么办？班主任的魄力，全班的同学都知道，所谓的魄力就是说一不二，他要收回自己的话绝无可能，更何况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呢？班主任走到庞凤华的身边，两只手插在腰间，还在气头上，说：继续排。嘴上虽然这么说，看得出他也在动脑筋，他的眼睛一不留神就要落到孙坚强的位置上去，那里空了一大块。同学们在唱，比划完了巴掌、拳头、肘部，又开始左一晃右一晃了。这一次大伙儿晃得很卖力气，效果却不好，失去了原有的波动，那种气概，那种韵致，那种韧劲。班主任的眼睛从每一位同学的脸上划过去，落在了王玉央的脸上。王玉央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点都撒不开，平白无故的惭愧，眼皮耷拉着，目光并没有对着45度的远方深情的眺望，下嘴唇还咬得紧紧的，光顾了晃就忘了唱。班主任走到王玉央的面前，拉住王玉央的胳膊，顺手把他抽了出来。班主任随后对着合唱队做了一个归拢的手势，队伍重又对称了，整齐了，孙坚强的空缺也等于补上了。班主任满意的吁了一口气，拍了拍巴掌，嘴里喊道：不错不错，很有起色，就这样唱。一下子枪毙了2个，所有的同学突然之间就来了精神，一个个抖擞得很，音量高了上去，每一个同学的脖子里都是筋。班主任也开始比划，其实是庞凤华这个指挥身后的总指挥了。玉央并没有走，他站在一边，知道自己被枪毙了，但是并不能肯定，还有点侥幸，有点麻木。他不敢走，他担心班主任在他的背影上再补上一枪，可也不敢留在这儿太尴尬了。这一来，玉央仿佛是在等，说他在等其实也不对，老师并没有让他归队的意思，他其实已经被忘却了。玉央站在一边，耷拉着眼睛，下嘴唇咬得紧紧的，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圆口布鞋特别的难看，太土气了。玉央往后退了2步，想把鞋子藏起来，没有成功。玉央只是惭愧，是另一种惭愧，太丢人了。好在玉央比过去聪明了，知道给自己找一个台阶。玉央走到班主任的侧面，说：老师，我不太舒服，先回去吧。班主任正在指挥，很投入，没有听见。玉央说：老师，我想请个假。班主任听见了，班主任没有回头，他做了一个走人的手势，他的手腕同意了。玉央往外走的时候，2只手臂不会摆动，一边一个拳头，由于步伐过于僵硬，玉央差一点同手同脚，走成了一边顺。这10几步的路太难走了，每一脚都踩在了玉央的心上。当天晚上，孙坚强的职务就被开除了，班主任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只是公布了一张班委会的新名单。体育委员的后面果然不是孙坚强，而是班长的名字，后面还打上了一个括号，里头写着一个字：坚。班主任在这个晚自修临时召开了一次班会，做了一个十分简短的发言。他希望所有的同学都不要自我放弃，自作聪明，自我放弃和自作聪明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
班主任没有点名，不过全班的同学心里头有数，孙坚强再想到篮球场上给班主任传球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。不过自作聪明这个词，班主任并不是送给孙坚强的，孙坚强还谈不上聪明，班主任另有所指。他在说自作聪明的时候，瞄了一眼赵珊珊。赵珊珊不笨，他低下脑袋，就说明他真的不笨。赵珊珊知道，他要是再不支持庞凤华的工作，再不和庞凤华搞好关系，他的前景肯定不会比孙坚强好。他离枪毙其实已经不远了，充其量只不过是缓期执行。不能参加排练，不能纪念129，玉央很落魄，可以说是很悲伤。但是玉央不能答应自己沉沦，他来到了图书馆，想看点书，但是看不进去。当然了，最后却还是看了，是小说，英国女作家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系列，一下子就迷上了，一天一本。短短几天的功夫，玉央居然把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全看完了。克里斯蒂的小说虽然故事不同，地点不同，凶手作案的方式不同，然而有一点却一样，那就是依靠推理来抓住凶手，一切从逻辑出发，一环套一环，从而步步逼近。如果把克里斯蒂的作品罗列在一起，玉央发现除了探长那个叫波洛的比利时小胡子，每一个与事件相关的人其实都是凶手，都有作案的动机、时间、手段和可能。每个人都在犯罪，每一个人都是罪犯，谁也别想置身于事外。克里斯蒂的小说一下子擦亮了玉央的眼睛，使玉央进一步认清了地下工作的意义，鼓起了地下工作的勇气。他相信，经过这次系统的阅读，自己有理由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，让魏老师满意，让组织上放心。